要说世界上最顶尖的杀手组织，一定非日本山口组旗下的暗黑之门莫属。多年来，暗黑之门培养了佐为、太乙、立花正人、宫本一等无数超级杀手，称霸国际黑道，令人闻风丧胆。随着老一辈佐为、立花三船夫的隐退，新一辈天川秀、加藤二等人的阵亡，暗黑之门再也难现当年的风光。立花追杀雷霆，导致重伤，最少要静养半年之久。为报答久野的救命之恩，当年暗黑之门的知遇之情，犹豫良久，还是答应了久野的请求，担任组内导师，培养新人。这座被水雾笼罩、阴气十足的神秘小岛，便是暗黑之门培育杀手的基地静岛。数十年后重回故地，立花心中感慨万千，竟有种游子归家之感。说到底，他对暗黑之门的感情深厚，实是不忍看着他就此沉沦下去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立花脑中不断的思索，反复推敲，整理了一套训练新人的方案。他万万不会想到，如今的暗黑之门再也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了。学员纪律松散，随意使用网络，目无尊长，男女关系混乱，当着自己的面仍是肆无忌惮，怪不得产出的杀手一代不如一代，竟是天川秀、汤米这些上不得台面之流。立花难掩失落之情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难道自己真的是他们口中的尸骨不化吗？连续遭到学员质疑实力，立花忍不住怒气，在轮椅上接受了挑战。怎料对方诡计频出，说好不离开轮椅，却突然暴起，一记势大力沉的冲击，将立花打得飞出数米，久久站立不起。面对无数嘲笑轻视的眼神，立花并不争执，推着轮椅默默离开。他并非恼恨对手耍诈，而是懊悔自己不该答应这种无聊的比斗。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处事方式，无可厚非，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压在别人头上。只是事情变幻，物是人非，又怎能不让人怀念呢？昔日排名第10的横纲，那才是真正的力大无穷。第9名的红魔女，飞刀绝技，力不虚发。第8名的八田，第7名的影子，第6名的川宿浪，第5名的幻灭，哪个不是神出鬼没，绝技惊人？自己排名第4，也曾一刀了断了天下无敌的女魔头水灵，更何况爆炸力惊人的三船夫，身拳700磅的太乙，一生从未一败的佐为。这些年轻人的无知再次突破了立花的底线，私下贿赂，出卖色相，不择手段，只为能尽快上位。立花哭笑不得，不知该如何引导。投机取巧若能学到真本领，那自己当年也不用这么拼命苦练了。接连的受挫过后，立花抖擞精神，终于迎来了他最为擅长的射击教学。虽身处轮椅之上，仍能弹无虚发，全部精准命中红心。一片欢呼赞叹声中，助教经久却语出惊人：“立花前辈，你是在表演骗人的把戏，娱乐大家吗？”坐在轮椅上，重心平稳，自然比运动时开枪占优。他接过一名学员递来的手枪，看也不看目标，随手一发，一击即中。身为杀手，不管任何情况下，不用瞄准也要打中目标。立花不愿多做争执，默然离场。在他不断的追问下，久野一郎终于说出了真相：金九乃是组内主管黑泽村的儿子。暗黑之门的内部政治斗争多年来从未解决，黑泽村乃是集团主管，久野则是总教练。两人虽是亲兄弟，却性格迥异，争执不断，甚至最后演变为了互相破坏对方的任务。两人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代，各自儿子仍在明争暗斗。组内内忧外患，困难重重，立花真想一走了之，但身为男人，怎能临阵退缩？可凭他一己之力，绝难改变现状，急需一名能100%镇场的搭档。这个人选无疑是天下无敌的佐为最为合适。佐为向来对朋友几乎是有求必应，可这次竟罕见地拒绝了立花，自己左臂缺失，恐难以服众。再者，性格随和，执教理念宽松，这种情况下绝对难有成就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立花越来越迷茫，不知未来该何去何从。故有三船夫的话让他如醍醐灌顶，瞬间清醒。活到这个岁数，不去争，不去抢，将一切利益集中在自己的身上，才算潇洒。成才的人不用教，要教的人也不会成才。立花，你也该回去了，你不是这里的人，为何要让自己深陷麻烦呢？的确，不是这里的人，为何还要强留？趁着久野一郎不在，今晚便走，免得他挽留。有些应酬的确难以兑现，比如这场学员们为他举行的欢送会，真诚也好，表面也罢，总归是一番盛情，不好推辞。现场气氛火热，在教练经久的起哄下，学员们一一上前与立花对饮。
这些人想将自己灌醉，打出洋相，丽花岂能不知？但他混迹江湖多年，酒量何等厉害，怎会栽在这群小鬼的身上？悲喜悲乐丝毫不惧。整个欢送会酒意弥漫，不少人已喝得大吐不止。丽花也有了些许醉意，经不住大家的热情，甩去外套，展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，极真派空手道手斗，技惊四座。现场兴高采烈之时，主管高山雄竟悄悄地离开，一声长叹，将会场大门锁死。丽花正要点到为止，告别离去，几名学员笑眯眯地走上身前，要请前辈亲身赐教。不等丽花拒绝，挥拳攻上。不知不觉间，丽花身侧围满了请教的学员，人数越来越多，丽花也不敢出重手，刻意留力。这些人渐渐暴露了本来面目，出手狠辣，尽是杀招，毫不理会丽花的不断退让。丽花这才明白，名为欢送会，实则是一个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巨大陷阱。下一集，丽花大开杀戒，决战整个暗黑之门，敬请继续关注。